好，我是汉娜，我是9N。科学小教室今天来到了小琉球，为什么会来到小琉球呢？看下去就知道啦。好吧，那就和我们来一场科学体验喽。Go！ 9N，听到请回答。收到，收到。你有听说那个不可能的任务吗？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出发吧。Zoe，什么是不可能的任务啊？在你和汉娜出任务之前呢，我们先来测试看看民众对于海废还有环保的知识吧。你好 ，Hello。请问啊，你觉得漂在海中的海废垃圾第一名是什么呢 ？A. 塑胶袋 ，B. 渔业废弃物 ，C. 保特瓶 ，D. 是吸管。塑胶袋吧？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因为之前去净滩的时候有蛮多塑胶袋。塑胶袋。塑胶袋，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对，很多人把它丢在海里。那其实答案是保特瓶哦。是保特瓶哦，原来是保特瓶。没错。好，那我们再问问你的第二题吧。第二个答案，你会希望我们的塑胶制品明天就消失吗？我不会希望不是很容易哈。对，但是目标是这样子。买饮料蛮多是纸吸管嘛。对。然后很容易就融化掉。虽然是要带环保吸管，但清洗上就蛮不方便。当然不行啊，因为太多了。生活中用到的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塑胶之类的，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不然未来会产生很大的社会跟环境跟生存的问题。所以我们刚刚真的听到民众非常多的看法对啊，而且原来大家觉得海里面的垃圾最多的东西竟然是塑胶袋。但我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刚刚制作人他们要 setting 这个题目吗？为什么？因为里面有提到这个废弃渔网啊，它其实也是塑胶制品的一种哦。真的哦。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海龟的故乡小琉球，走。那就交给你跟汉娜喽。今天很幸运，可以跟我们的小琉球志工队一起到海上参加净海活动。那净滩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但是净海呢，我相信大家一定很陌生。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什么是净海吧，走吧。听船长大哥说，今天海面上虽然看起来很平静，但海底下的海流非常强劲。近海的大哥大姐们，今天在海底会比较辛苦，大家加油哦！那你们是怎么判断这个流强不强？以我们当地就会看前后面那有一些那个浪，那个就是有海流高低落差的地方。如果流强的话，或流要强的话，那会比较大，而且不会说跟海里头也不至于错了。就是说外面看水的平静，可是底下就平静。只有垃圾的那里有一个黄色的背带，那个就是代表垃圾水上来。好，我们过去。船长就不看，船长就不用，我们可以拿了，开船就好，不用在意他。原本船长还要身兼把海废捞起来的工作人员，这次呢就由我来戴起手套一起帮忙。好海人汉娜。哇，这好多哦！开始抓捕，一钩入魂。好，还有一个。这个是原神下的线，这个吗？对啊，海洋石，是阿凡达的生物啊，活的，不会动的，海洋石。
哦，很古老的海洋生物了哦，超酷的。你看《阿凡达》电影里面有。捞起来的海废有尼龙渔网、破玻璃瓶、拖鞋等各种杂物，它们在海底的每一刻都在残害海底生物。累。汉娜，你刚去做了什么？哦，我刚刚跟海洋志工队一起去近海耶。啊？你是说我刚刚在台北街访这么久的时间，你就已经完成这个任务了？没错。太好了，我等一下就不用上船了。好，因为我刚刚在街访的时候啊，其实刚刚制作人跟我说，就是为什么要近海，是因为海里有很多渔网。你有看到很多渔网吗？有有渔网，然后甚至还有酒瓶，还有拖鞋都在海里面呢。刚刚呢有特别请我们其中一位志工洪大姐来帮我们讲解一下我们刚打的的东西到底有哪些啊，还有她的一些经验。那我们一起去找她好不好？好，走吧。刚刚真的很感动哎，我们刚刚一起把那些海里的垃圾，经过志工队们从海里面把它捞上来之后，然后我们有帮忙把它拉起来，真的觉得原来底下有这么多垃圾，觉得以后要好好做好环保。那大姐想问你一下，你在这边就是整理这些海里的垃圾已经有多久的时间啊？我们今年已经是第14年。听说你们还有在计算那个次数，对不对？对，我们今天是411次。到了水底下，你看到的水底下的状况，你会突然直接就是说啊，这个水底下本来不是应该是很多珊瑚、很多鱼、很多漂亮的东西嘛？我们大家都学会了潜水之后下去看到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画面，没有那个画面，而是一团的渔网。那时候你的心会揪在一起。为什么会成立志工队？是因为看到渔网上面卡了一只绿蜥龟，绿蜥龟就是因为卡在渔网上面死掉。那你知道10几年前在小琉球要看到一只海龟很难啊，很难呢，不像现在，现在是你看不到一只海龟很难啊。我还没看到。那因为早期海龟那个画面是让我们大家觉得很揪心的是，为什么有这些渔网会放在那边？这些垃圾、这些渔网清掉的话，是不是可以减少这些海洋生物卡在渔网上死掉的几率会更少一点？你知道这些渔网会对海底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吗？除了这些那个鱼、海龟，它可能会缠网，因为小琉球是一个珊瑚礁岛，对，而且是台湾唯一的一座由珊瑚礁的地质形成的岛屿。可是它在30几年前，它是海底珊瑚礁的覆盖率是台湾第一的，可是现在是台湾最后的啊。珊瑚就是海洋生物的家，对。那如果没有了这些家，这些生物还会来吗？而且渔网盖在那个珊瑚礁上面，它没有办法因为水流把它带走。唯一的方式就是一定要人去把它清掉，它才能够重见光明。下水的人之后喜欢下水去清渔网，最大的感动是把渔网从珊瑚礁拿起来的那一刹那，他会觉得他救了一条生命，那种感动会呼吸。对。我刚刚听说今天的流其实蛮大的吼。那这样子你们的船安全吗？因为我刚刚看你们好像还在钉钉子。我们这艘船已经用了10几年了，在给我们用了10几年之前，它也是已经很旧了。所以我们也是经过了一番的整修，然后撑着用，我们就有计划的说，募款想要造一艘新的船。哇，那整个募款状况还好吗？募款的一部分，然后最大的后面是因为台塑企业它有说要进来那个回收渔网，因为回收渔网它找到了志工队，认养了就捐了我们后面的尾数，没有不足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目前那艘新船叫做台塑庆宝海洋守护者号，也希望说有企业可以共襄盛举，毕竟我们这个是民间自己发起的。经过洪大姐的说明，我们看到了海废带来的环境问题，也很感谢这些默默在为环境付出的善心人士，真正的看见了台湾的美好。现在让我们到嘉义去，看看这些海废会如何被妥善处理吧。
那我们现在来到嘉义啦，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因为我们要来找一位专家告诉我们渔网回收的秘密哦。听说是台湾唯一利用化学法散聚回收技术，成功将废弃的渔网以及科绳还原为尼龙的原料己内酰胺哦。没错，还记得我们第2集的时候有提到塑胶的热固性以及热缩性的原理吗？忘记的话可以再回去看一下哦。化学法到底可以对我们的塑胶产品造成怎么样的效果呢？那就请专家来帮我们解释一下咯。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生活周遭都会碰到许多的塑胶产品，像是我们眼前摆的这个保特瓶，还有常常会吃到一个食品的一个包装袋。以保特瓶来说，它的成分很单纯，可以透过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让它回收再利用。那洋芋片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外面有颜色啊，里面又有铝箔啊，还塑胶，成分很复杂。我要再把它再利用，这个难度就会比较高。我们为了解决这些不同种类的废塑胶啊，我们回收法大概可以分为2种。一种就是简单的机械回收法，以及稍微复杂一点的化学回收法。所谓机械回收法呢，就是以保特瓶为例，它的成分很单纯，它只有单一的 PET，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简单的处理，比如说把它经过一个分选啊、破碎、清洗之后，得到这种碎片。它看得出圆形的那种感觉。对，那这个碎片呢，我们只要经过重新的造粒，我们就可以直接得到一个新的一个塑胶的粒子。那如果像是这种成分复杂的呢，就完全没有办法应用在那个机械回收上面，化学法就因此应运而生了。对，那化学法呢，其实又可以细分成2种，一种是热裂解法，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尼龙渔网的散聚法。那所谓的热裂解，其实就是我把塑胶的分子链透过高温把它切断，切成小碎片，把它还原成一种类似石油的这种原料。从这个变这个吗？对。那这个油呢，就是我们称的裂解油，我们一般可以拿来当做燃料使用。就加在汽车里的那个吗？可能不能加在汽车里哦。那也太划算了吧？对，它还需要经过很多处理。对，但是如果拿去当燃料的话，这样就太浪费了，太大材小用了。所以我们可以再经过一些石化的制成，我们可以再把它重新变成塑胶的原料单体，然后再经过聚合，我们就可以得到全新的一个塑胶粒。它的性能会是全新的，颜色也会是干净的。散聚法呢，顾名思义，它就是把分子链重新打散的意思。那也就是说，它可以直接把塑胶打散成单体，它不用像这裂解油，我还需要经过一些石化的制成，把它转化成单体。直接是单体。对，我只需要经过纯化，我就可以重新做成塑胶粒。像是我们台化的那个渔网回收的尼龙，就是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Hello， 两位主持人博士好。你们竟然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很正常。他是环保署气候变迁办公室副主任张坤。你好，主任好。两位主持人好。好，谢谢。那我今天要来讲蚵的故事。那各位知道去东石啊，有没有吃过东石的蚵？有，对不对？东石的蚵有一个别名叫什么？牛奶蚵。那再考各位，那你知道为什么叫牛奶蚵吗？像牛奶。不知道。吃起来有牛奶的味道？不是。口感像牛奶？不是。颜色像牛奶？答对一半。什么颜色？白色。什么颜色？肉质的颜色？不是。壳的颜色？煮汤的颜色。听起来。如果你买鹅啊，你可以买东石回去。你煮汤的时候呢，它的汤是成为牛奶色，而且听说只有东石的鹅啊才会是牛奶色的，所以它的别名叫牛奶蚵。博士认证，牛奶蚵。那我们今天要讲跟蚵绳有关的事情。那各位知道这个蚵绳啊，它是什么做的吗？博士，尼龙。哇，好厉害啊！直接解答了。直接解答，对不对？我们县府在发现这个时候，各位知道我们在哪里发现它的吗？哪里？海底。海底发现这个？对，我们要知道海底垃圾有什么，我们就用水下的摄影机去看，就看到蚵绳啊，就是一根一根的，然后浮在那个海底。我们然后奇怪，这是什么东西？因为海里面不会有一根一根的东西浮的，然后我们本来以为是铁丝或是什么，就后来发现是蚵绳。
然后才发现呢，以前的渔民啊，收割完这些以后，就把柯绳怎么样？对，因为没有人要回收。现在我拿这一根给企业的时候，他说这个可以做吗？做完以后，然后跟我们讲说，这个材质很好，而且跟我们回收材质是一样的。后来呢，那个企业就跟我们合作，开始回收这个所谓的柯绳。好，那各位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柯绳这样子的部分呢，要怎么样回收？比如说渔民他渔网丢到海里面去，那我们怎么样把它回收回来？整串拿回来。对，我是说我们怎么样有诱因让他愿意把柯绳交回来？假设钱是你，对，没有错，就是给他钱。所以我们呢就用比市价，比一般回收要高的价格去回收回来。这本来1公斤我们是15块，那各位知道经过刚刚讲3句法，变成衣服的话，他们可以卖多少钱吗？大概可能是100倍以上的价值，100倍奉还，可以保护海洋生态，增加附加价值，然后让什么渔民又怎样赚钱？对，这就是我们讲的循环经济，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政府跟企业合作的一个典范。后来我们来到充满浓浓大海味的洗柯场，果真就像副主任说的，持续不断在处理废柯绳诶。没错，我们赶紧来问问老板该怎么快速将柯绳分离处理吧。9科玄女出任务，酱的，你好。嘿，后边这是啥物啊？这就是迄个鹅丝啊，就是迄个鹅啊，鹅啊伫外海，伊这个丝啊吼，拢像安尼绑一个壳甲一个壳啊安尼，即摆伊就海波就结落了后就生鹅啊起来吼，咱毋知摕倒来会食一啦，咱就摕倒来破，破伫机械洗过吼，迄个伊伫遐分离，迄个鹅啊还鹅啊，鹅丝啊还鹅丝啊，阮鹅丝啊就摕出来就食安尼，食垃圾对毋对？即摆落去阮迄落过迄台机械洗过，伊丝啊从掉伫啊，丝啊从掉伫啊哟，丝啊从掉伫迄个机械啊，鹅啊落去走去到遐就散去啊，散去落去到底就清气啊，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像咱头拄仔咧破安尼啊。原来现在都已经有机器可以将柯绳还有柯分离洗净呢。对呀，而且老板很热情的教我们如何剥柯，实在是太有趣了。汉娜，这里啊跟我们看到第2集的宝特瓶回收的工厂很像哎。没错，虽然工厂都长很像，可是制作的东西跟回收的东西大不相同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到台塑企业台化公司的新港厂，请到专人来帮我们讲解渔网到底要怎么回收再制成衣服呢？你说的专人在这里吗？大家好，我们这座台化工厂主要是将废弃的尼龙，经过熔融上去精炼过滤等主要制成，来纯化再生成耐溶的原料体内酰胺。目前我们台化公司也是全球少数体现，利用这个化学上去法回收，使用这种回收药的品质跟使用那种化学制成做出来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听起来很不容易耶。对，化学回收法它的成本比较高啊，所以我们主要都是做高质化产品，跟国内外的一些知名的品牌配合。那您刚刚在操作这个是在做什么呢？这个是在做这个渔网入场的检验，我们要先确认这个是耐溶的东西，才会投入我们的回收制程，把这个渔网拿来测试。好，像这样就可以检测出来。所以这2个看起来一样，但是根本上不一样。像主持人身上穿的衣服也可以来测试这个 PE 材质的，你也可以试试看。是什么材质呢？这个就不会材质，对，所以就是可以透过这个仪器来检测说我们入场东西的品质。这个就是回收回来的渔网，然后我们投入这个输送带之后，它经过一些撕碎、粉碎的过程。把这个渔网先做处理之后，再投入熔融制成。我的方式就这样把它放到输送带上面，然后就会送到机器里面做处理。希望可以让地球越来越好。那我推喽。
将渔网和柯绳推下去的瞬间啊，感觉到自己也参与到了循环经济的环保过程呢。对呀，最重要的是希望透过镜头的记录，让观众跟我们一起体验，养成环保意识哦。刚刚从聚合厂啊来到这个原丝厂，看到也看到后面有很多的丝线了。对耶，好美哦。那我们等一下呢，会请到一位张丽媛科长来为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厂到底在做些什么呢？本厂是专业的那个nylon长纤的那个原丝厂抽丝，那我们使用聚合厂的耐溶力，然后来到我们的制成段呢，刚开始我们会从我们5楼的那个立槽，接下来会来到我们4楼的那个压出机。那压出机的温度会在那个高温下，将这些nylon粒加以熔之后，来到我们3楼的那个抽丝区。那丝抽出来了之后，会经过冷却上油，然后来到我们2楼的卷取区。那卷取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原本从nylon粒变成nylon的长纤。那nylon长纤做成丝饼之后，然后以自动化的方式缩车，把这些丝饼送到我们后段检查检验区。到最后呢，我们也会由无人的缩车送到我们的自动仓库，送到我们的固定的定位。那经过了我们这样一整套的参观之后呢，相信大家也对整个过程啊，从我们的科绳回收，还有我们的渔网回收，然后到我们的聚合，然后到最后呢抽丝，这样完成了成品，整套流程呢我们都更加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去 showroom 来看我们的成品啦，我最期待的，可以看到我们身上那种衣服的那种感觉了吗？那我们走吧。走。想问你哦，看完刚刚完整的一个尼龙废弃回收的流程啊，想问你一个你们一开始接访的问题，你也觉得塑胶现在全部消失的话，对人类或是对地球就真的比较好吗？我一开始啊也在想说，是不是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才可以对人类带来更多的帮助呢？不过呢，看完了这一整套循环经济的流程后啊，其实我觉得塑胶也是一个可以循环再利用的东西，所以是不用这么急着消失的啦。没错，最重要的是呢，减少一次性的塑胶使用，不乱丢塑胶垃圾，做好回收。相信各位观众呢都是最棒的地球人啦！真的。喜欢我们的影片呢，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好，拜拜。